有福之人，你是否曾经抱怨过，觉得自己的人生为什么不如意？为什么别人的人生过得比较好？觉得他有更多的资源、更好的条件，所以发展更好，甚至惋叹着自己种种的不如意、不顺遂，认为就是因为谁怎么对我，就是他的关系，所以如今我才导致这样的结果。但我斗胆地问一句，你真的认为事实是这样吗？假使一个人的人生能够从头再来一遍，也许当初没有遇到那个害你的人，或许老板没有把你裁员，当年没有投资失败等，又或是就让你一开始就拥有所有一切丰富的资源，房、车、财富、地位等，我们的人生就会从此而过得更好吗？这个问题你可以思考一下。曾经有人一夕之间让他中了头奖，却在过后的几年之内不仅花光了积蓄，穷困潦倒，生活比中奖前更糟糕。这样的案例太多了，为什么呢？他不是拥有了巨大的资源与财富了吗？他想要的应该都能被满足了，不是吗？而另一方面，有没有听过，有人纵使你将他一切的资源都拿走了，但他依然能够东山再起。就像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你把我的一切都拿走了，让我身无分文，再把我丢到一片沙漠之中，只要有一行商旅经过，我就能够再造全球首富。这是什么样的思维与信念？为什么一个人即使一无所有，都能凭藉住一己之力再造颠？而什么样的情况，又使得即使人拥有最丰富的资源，但却不见得能够创造出最好的结果？来自于一个人的深层信念。有一部由刘德华主演的电影，人潮汹涌。电影当中，刘德华是位演员，因为过人的努力与才干，让他的人生走上了巅峰，生活应有尽有，仍持续为人生奋斗。而另一个主角小萌也是演员，但半吊子最后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无是处，甚至选择上吊自杀结束一生。一败涂地的他就在这时，命运将两个人的角色身份对调了。刘德华从一无所缺进入到这个一无所有的小萌的生活当中，而一无所有的小萌则拥有了刘德华生活的一切。当小萌有了一切的资源，房子、车子、财富、地位，在一夕之间全都得到了。反之，刘德华却一夕之间失去了所有。但一个人是怎么造就自己的一生，在这部电影完全展露无遗。刘德华凭藉住自己的努力、毅力，从一无所有，一步一步再度站上了生命的高点。而小萌则挥霍无度，行尸走肉般，几乎又回到了过往的生活形态。就像一句老话常说，若是凭你的运气赚到的钱，最后也会凭你的本事赔掉。我想就这个意思。最后的小萌正是因为自己懒惰懈怠，不够努力，贪心挥霍种种的习性，纵使拥有了最好的资源，生活依旧过上了原本的样子。可见一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自己一手打造的。回到我们的人生，当我们看住自己此时此刻的生活，也许正在感慨自己此刻的现况时，我们试问下自己，如果今天一夕之间拥有了所有你所需要的资源，我们真的人生就必定能因此而改变吗？真的吗？真正改变一个人命运的到底是什么？真正让我们具足拥有一切的到底又是什么？是我们的心创造了我们的世界，我们每一个当下的每一个决定，每一个行为，每一个信念，点点滴滴都创造了我们的未来。佛法说道，缘起性空，也就在说，所有事情都是有因有缘，而成为结果，且不是单一个因或单一个缘造就的。一个人的人生结果，是所有因缘和合之下的产物，绝不会只是当年的一个事件就让他成为了大富翁，也不会因为当年的一个错误决策，如今谁就成为了穷光蛋。所有一切都是因缘和合。一个人的努力，他的心态，
他的行为、他的思考以及他的决定综合起来而成为了他现在的人生，也就表示有福之人仔细听了，无论现在的结果如何，我们都能够重新的在此刻为自己写下崭新的篇章。你不要抱怨别人，不要怪罪别人，当然更不要去责备自己或是沮丧挫折，因为当你知道一切的结果都在缘起性空之中，你只需要在意的是你要的结果是什么，你想要的此时此刻就能够重新扭转未来的命运。没有一个人的结果是固定的，命运不是宿命论，也并没有所谓的定业难转这件事情。即使真的难转，也不代表不能转。难是因为我们执着的心念所以难，因为固化僵化的思维所以难，因为不改变的习性使然所以难。看清楚自己的模式，你大可以从现在开始每天观察自己的思想言语以及行为，叫做一日三省吾身，细细的观察，好的优点记录下来，加以放大，不好的缺点习惯你就要快速的改过。你相信吗？只要你开始这么做，那就好像我们原本的人生是黑豆黄豆掺杂的，而你开始一颗一颗的将不要的黑豆挑出来，就算慢也没关系，你要坚持的做，好的留下，不好的剔除。每天睡前一定要想过自己一整天的所作所为，是成长积极正能量的，还是哪里要改进的。假以时日，你会开始发现自己的命运慢慢的不一样了。只要你坚定信念这么做，相信你能够重新为自己人生导入正确希望的种子，那么你的人生，你的未来就会改变。我希望你永远记得，就像戏里的刘德华，即使他一无所有，被拿夺走了一切，甚至他失去记忆，根本忘记了原先光鲜亮丽的人生，回到一个穷光蛋一无所有身无分文的角色身份，但他都能够评级住自己对人生的希望，对人生的努力态度，对人生的积极进取，从跑龙套开始做起，而一点一滴再度被人看见，重回到他原本应该有的位置。这就是我们正确看待人生，能够明白缘起性空，就不会依现在此刻的人生结果而来奠定你未来的人生会是如何。一切都是当下，佛法看重的是当下意念心。我们常讲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都在我们此刻意念心当中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，可以帮我一个简单的忙吗？你一定做得到，帮我点个赞，订阅这个频道，因为我希望你接下来都可以因为有福报的频道而每天累积福报。Bliss for you。